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今天是7月2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鲍威尔首度承认若非关税已降息，可是川宝看起来是吃软不吃硬，直言关税不延期。纳指更是新高后配合回调魔咒，应声下跌。这一次2万点还能撑住吗？ Lucy 一直强调控制仓位不超过50%，关键时刻起到了作用。接下来如果纳指在支撑位撑住，我们灵活现金又可以低吸了。近期我在盘前广播里推荐了很多股票，踩准节奏，正股加 option 都有不错的收益。到底哪些股可以低位买入呢？跟着 Lucy 一起来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今天我们同样从2个方面呢来去分析一下。第一个部分是来分析一下纳指的走势。那纳指出现新高之后呢，同期出现了回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日线呢黄 K 已经被跌破了。那么向下的话，我们去看哪里呢是有支撑的。那关键的点位呢，就要去看一下20090.55这个位置是否能撑住。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分析一下热门股票近期呢 Lucy 有在盘前广播里面给大家推荐过特斯拉、MSTR、Coinbase， 还有苹果、Circle， 还有咱们粉丝朋友呢想要去了解一下露露的一个走势是否能抄底。那么今天呢视频里面会给大家分析这6只股票。那如果说没有分析到你的一个持仓的话，如果说你想听 Lucy 的拆解，那你可以把这个股票呢打在评论区，下一期视频呢 Lucy 会给大家分析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纳指呢昨天其实是小 K 线呢把我们的一个黄 K 的最低点给跌破了。而且近期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近3根线特别像一个这个顶分型的一个走势。但是好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顶分型的话它是出现见顶的一个这个信号，但是好在它现在呢回踩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并没有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Lucy 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一个点位？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从我们的一个这个2月份左侧的一个箱体的高点来的。这样的一个3个高点连线得到了一个线，这条线就是20090.55。那么昨天呢其实回踩过一下，然后就弹起来了，在这个过程。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说它的一个高点之后就会出现回调呢？这是有一个魔咒。那魔咒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在近2个月的一个这个反弹趋势里面。首先呢这里我们见到了第一次它的一个高点，然后呢就在1周的之内呢就被跌破了，第2天就被收回，这是第一次。那第2次呢就在它新高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下跌，但是第2天也被收回了，那这是第2次。那第3次呢就是在这一个高点之后2天之后呢跌破，这是第3次。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出现高点之后呢它又被跌破了，这是第4次。那么第4次的话能否站稳这个位置就非常重要了。如果说它能在今天它的一个这个K 线收盘呢能反包这一个小的 K 线，那我们就说它在这个点位呢站稳了它的一个支撑，那它还会即将上行。那如果说这个点位它站不稳的话，那就会出现进一步的一个回调，那么短期高点呢也就是20418.31这个位置了。所以说现在呢其实纳指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呢，之前 Lucy 有跟大家说你不能超过50%仓位，就是我们害怕遇到这样的行情你没有及时出来，那赚钱也会变成亏钱。那我们在昨天的一个这个内部财政课程里面呢，也有给大家去分析它的 MACD 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它其实第一个高点呢在这个位置已经是2个月之前的事情。那么近期呢它也出现了一个绿色的柱体，但是很遗憾呢它的一个柱体的话就没有之前高。在这个过程如果说纳指进一步回调的话，那会出现第2个死叉。那么这个死叉的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点呢就没有前一个高点高，那股价出现了新高，但是指标没有创新高的话，这就是日线的一个顶背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出现顶背离形成的话，那纳指它跌破了我们的一个支撑位的话，就会出现进一步的回调。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昨天的一个文字怎样给大家描述的。那么我们有这个体验行情广播的朋友们呢，
我昨天写到的一段文字里面呢，就是刷新高点这个地方，那么有了新的黄色 K 线，那么前一天的黄 K 最低点就作为参考移动止盈。那它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周一的低点已经被跌破了，收盘价跌破确认有效，那现在已经确认有效了。所以说我们本周主要关注的是关税是否延期的一个确定性消息。到目前为止呢，看到了咱们的这个特朗普说他不会去延期，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市场资金的一个选择呢就会比较这个保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周线需要回踩这个位置不破，你才能确认咱们的新高有效。所以说其实今天的一个纳指的走势呢就非常关键了。那这个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特斯拉呢，由于昨天的一个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出现了跳空下跌，而且呢跌破了 Lucy 之前画过的一个趋势线，它跌破了我之前画的趋势线，也就是说这个上升三角形的一个下边界呢，昨天是一个跳空缺口低开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虽然说低开了正常情况呢 Lucy 是会建议大家去降仓位的，因为我们执行是有标准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特斯拉在这个地方它能否跌破前期的一个低点。那么我们之前呢，我有跟大家说过，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小缺口的。那昨天呢是被一个跳空呢给跌破了，也就是310这个位置。那它现在呢就失去作用了。那我们看到呢，它现在这个位置出现蓝色的 K 线。我们知道蓝 K 是机构抄底的一个这个信号，所以说现在呢有了一个这个日线出现了一个蓝色的信号。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筹码呢，我们看到机构呢，它的一个成本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下方的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看到筹码呢，在这个地方，昨天其实是有资金来去抄底的，这是第一个信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Lucy 昨天的一个盘前广播是如何给大家去讲解的。那首先呢，我们说特斯拉呢，在昨天参考的一个支撑缺口这个位置呢，是因为盘前出现了这样一个法案的一个影响呢，股价盘前就出现了大跌，而且我们看到盘前的一个价格呢是跌破了300亿那如果说我们延续这样的一个宽幅震荡不变的话，其实参考的一个均线呢是55日均线这里带来的一带的一个支撑呢是307元。如果说它大幅能收回这个位置的话，那其实它的形态没有被破坏。那我们财生朋友们是可以结合30分钟和60分钟的聚宝盆的抄底套餐来判断。如果说没有抄底套餐保护的话，那你暂时不要补仓。如果说你仓位重的还要降仓位。其实这里呢讲的就是比较清楚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呢是如何展示的？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呢，其实日 K 呢是出现了蓝色的一个 K 线，那我们只要等待30分钟和60分钟的一个白 K 出现就可以了。它不是出现在开盘的时候。那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昨天出现在快收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昨天开盘的时候呢，就有出现了白 K， 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资金的流入，也就是在开盘之后的1个小时才出现。这是30分钟的一个走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特斯拉60分钟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是有在3点30分这个位置出现的。然后呢，它走了一天的一个白 K。那所以说，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就比较明显了。那我们看到呢，其实30分钟的话，如果你进场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去参与了。所以这就比较清晰的能展示出来，特斯拉它其实是有一些抄底资金进场的。那这个就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只股票，就是 MSTR 的这只股票。那么 MSTR 的话呢，之前Lucy 是在盘前广播里面，大概是在这样的一天去提醒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去参与的话，大概是在384这个位置，那就赌到了我们周一的这一个拉升的一个阳线，而且呢，这个幅度还不低，有6%。那接下来呢 ，MSTR 的话，昨天呢，是因为比特币的一个走势的话，出现了一个跳水。那么叠加整个纳指的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过程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我之前有给大家讲过，就是它如果说想要过掉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支撑位，那这个支撑位是多少呢？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写过的393这个价格，那是从左边的这样的一个 M 型的一个这个颈线位来的。那它如果想站稳的话，必须要持续2到3天。那可是它突破了之后呢，它的一个这个支撑位呢，第一天就被跌破了，也就是昨天。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重新去看一下 MSTR 它到底走势是如何应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机构的一个成本基本上都在这个区间，而且我们看到了昨天的一个下跌呢，其实是有资金的一个流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峰值。所以说昨天是低吸的机会还是说逃命的机会，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如果说你在之前这个位置去买了的话，你在393去出掉的话，你不会亏钱的。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追高了之后呢，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支撑。那假如说它在这一个缺口，也就是370一带呢，如果说不会再下跌了，然后它的一个这个收盘的最低价不会被跌破，也就是大概378这个位置不会被跌破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持有。那如果说它跌破了378的话，我们要短期呢先去止损出来。那这个就是 MSTR 它的一个操作上的一个思路。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Lucy 是如何给到我们财生朋友去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析。那我们说日线走势图昨日出现大涨，那盘中呢是一度涨幅超过 6%， 那价格呢也回补了上行缺口，也就是我们说的393这个位置。那资金是选择上行，但是目前是沿着5日均线。那比特币走势也在箱体上沿徘徊，那它现在是有一个蓄势拉升的一个动作。那期权方面呢，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当时给大家出的是这个 long straddle 的一个策略。所以说呢，我们的一个 call option 呢是有盈利的。那股价突破重要压力位之后，要等2到3天的一个这个走势，我们财生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如果突破短期这个位置站稳，那下一个压力位就是 421.61 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量的拉升。所以昨天的一个下跌呢，我们要去看待，如果说它是真的跌破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做止损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对 MSTR 的一个这个分析。咱们粉丝朋友，如果说你体验了 Lucy 的这个盘前广播，那希望你能在这个过程中要先去磨合一下啊，先去学习一下我的一个表达方式。不然的话，如果说追高了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体验就不是很好。因为我们的财生朋友啊，我都是教他们去这个低吸，我们只有在低位去买，价格才有优势。所以说这个就是 MSTR 它的一个这个分析。那讲到这儿呢，咱们粉丝朋友要注意了啊！你想紧跟我每日的一个动态的话，那 Lucy 的盘前广播呢，就是一个这个黄金追踪器。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你赶快去找我的助教老师领取。那你可以有一个7天的一个免费的一个体验。那如果说你之前已经体验过了的话，那这个7天就没有了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视频的朋友，那如果说想跟上我直播分析啊这些股票的一个实战交易方法，你的第一步是先点订阅，然后作为见面礼呢，新的朋友你可以解锁整整1周的一个财生会员的课程体验资格。那这个课程里面呢 ，Lucy 会讲到啊，我们的什么呢？我们会讲到，比如说 MSTR， 我给大家去分析了之后呢，那它涨了 6%， 为什么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在这里面会拿到 670% 这样的一个 option 的一个收益，也就是6倍？那它是如何做到的？这里边呢，我才会去分析，因为我们的一个这个内容的话，除开文字，还要有课程的一个讲解，这样是配套的，你才能更深入的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技术分析、走势拆解。那如果说你有7天的一个这个体验，包括你有这样的一个课程体验的话，你在我的课程里面去听课截图打卡的话，你还能再获赠这样的一个广播体验资格7天。所以说前面的7天加上这样的一个打卡7天，就会给到2周的一个体验，这样的一个福利的话，算是比较有这个优势的了。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的一个体验周期呢 ，Lucy 团队的老师也会给大家去讲解一些龙头股票、赚钱股票的一个这个操作方法。那么本周的话，我们做的课程呢，有从7月1号到7月4号，会给大家啊连续的4天讲解。那包括赚钱的股票如何做。为什么我们财生朋友可以低吸到一些有质量的股票，包括他在这个拉升的过程中是如何去卖掉这个股票的，还有就是如何去选到这样的有机会的股票，都会给大家讲解到。所以说你想要去听课的朋友，那你就在我的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你给他发送一个口令，那么我们本期的口令呢是赚钱2个字，你就可以领取到啊这样一大份福利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近期分析的比较热门的股票呢是 Coinbase。那么在这个图表里面呢，这是日线走势图。我们昨天呢有在内部的课程里面呢也连续的去讲解了它的一个这个走势的分析。那昨天呢我们说它的一个开盘呢其实就有破位的一个迹象。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它在这一条线的一个这个下方开盘之后呢，它有一个上行的一个动作。但是很遗憾啊，这个是机构呢它在这个试盘，也就是说有部分出货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过程呢，我在内部的课程里面有给大家讲，就是我们的一个9号 K 线啊，这个位置呢是被跌破的话，那我们肯定短期要先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们的龙头引力出现了散财童子，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指向性的一个指标。所以说它出现了散财童子的话，那我们就要毫不犹豫的先要去这个减仓，甚至是清仓。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能否去低吸 Coinbase 呢？那在这个过程呢，我昨天也给大家具体的讲到了啊，它的一个筹码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咱们有听课的朋友呢，你就知道啊，我们是在哪2个位置去做的防守。那 Coinbase 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昨天的一个课程呢，有给大家画的比较清晰了。那就是7月1号下午5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美股洞察课程。所以说咱们还有体验资格的朋友呢，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回放。那这个就是对 Coin 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稳定币龙头 Circle 的一个走势分析。那我们看到呢，昨天它有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大阴线的一个底部呢出现没有跌破的一个走势，那它有一个弹起来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的一个价格呢 Lucy 有给大家去做过咱们的一个这个分析。这个呢是我昨天啊在我们的一个财生课程里面有给大家去讲啊 Coin 它要怎么样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如果上行的话，它要站稳 198.62 这个位置才算是它阶段性的一个这个支撑反弹。如果不是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反弹的话就比较弱。那么我也在咱们的一个这个1天前的一个视频里面也有给大家讲，那就是说稳定币 Circle 它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实际上我看到的是 61.8% 的一个黄金分割位置。那么它现在暂时呢在 50% 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反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我们就有2个分析方法。那第一呢，就是它这样的一个位置不能被跌破。如果说你参与了 Circle 的一个抄底，那它跌破这样的一个这个大阴线的一个收盘价的话，那你就要去出来先做这个止盈。那如果说没有跌破的话，那近期要去看一下它反弹的一个高点在这个地方，也就是198，它能不能站稳，这是第一个。如果说它跌破了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下看还是去看153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个就是 Circle 的一个表现。那现在看来的话，筹码现在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抄底资金呢去来参与的，那么价格呢是在180附近左右。所以说 Circle 的话，有喜欢啊这样一只稳定币股票的话，那你可以去参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苹果的日线走势图。那么近期呢，苹果震荡有这个2个月的一个时间呢，这里是一个长长的一个箱体。其实苹果是在我们的周一的一个尾盘出现了一个异动。那有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的异动呢，就是因为它突破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近期以来的一个箱体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形成了咱们的一个这个均线的一个这个金叉。那么这个是 Lucy 看到的第一金，我们的一个3金共振战法的第一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苹果它的一个这个龙头引力的龙线呢一直是在加速去运行，而且它每一次跌到这样的一个蓝 K 的一个位置呢，它就跌不下去。所以说呢，在跟踪苹果股票的时候呢，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敏感度就是来源于它突破了这个203的一个这个平台位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昨天它的一个上涨呢，其实有对纳指的一个这个指数呢做了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它是权重股，它会去保护纳指，它的一个指数呢不会出现大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它昨天呢是起到了作用。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昨天的盘前广播是如何给大家去表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苹果公司啊尾盘是出现了异动，那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箱体突破上沿呢，多方资金是有流入的一个迹象。那我们用到了3金共振战法的形态，那股价刚刚突破啊，最近一段时间比较低迷，它可能会有回归170日均线的一个需求。
第一目标价位先看213，所以昨天呢，我们看到苹果的一个高点的话是去到了210这个位置。它为什么说它有一个回归170日均线的一个需求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纳指呢它已经出现新高了，其他的科技巨头呢基本上也已经站稳了这样的一个170日均线，那只有苹果它没有出现这样的走势。所以说从股价的一个这个运动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那它就有可能先去上行，去回归这样的一个均线。那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价格为什么定在213呢？其实是这两个高点黄色 K 线的一个连线。那么这两个高点的连线呢，就是213这个位置。所以说呢，在波段的话，我们从203或者说昨天的一个低点，那205去参与的话，到213会有一个8块钱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苹果公司如果说你想要低吸的，目前能低吸的股票呢，其实苹果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是对苹果公司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粉丝朋友啊想要去分析的这个露露的一个走势。那 Lucy 看到了呢，就第一时间去给做了视频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走势。这张图表呢是露露的日线走势图。那这个露露的这个分析呢，其实是我们粉丝朋友啊想要问到 Lucy 的。那在24小时之前快速的做出了这个视频的一个分析。那他说这个啥时候可以抄底？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它什么时候可以抄底。那首先我们来看到昨天呢，露露是走了一根我们的一个这个黄色 K 线出来，而且呢它昨天的一个涨幅呢还不小。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龙头引力信号呢已经在前几天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如果想抄底的话，我们的财生朋友用到这样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提醒的话，应该是在这样突破白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这一天参考这样的指标的话，那你昨天的一个大涨的话，你就会这个出现盈利。露露出现回调的过程中的话，其实在这一个过程中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的聚宝盆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信号，而且呢是日线给到了白 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抄底套餐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是露露的30分钟和6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我们先来看30分钟，在这个地方呢，早在几天前就出现了，虽然是下跌的过程中，但是一路白 K。 那在这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个突破，白 K 的一个突破，同时配合的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聚宝盆。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指标提示的话，你可能早在2天3天之前就已经买到了露露的一个抄底。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那30分钟 K 线的话，昨天其实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散财童子。也就是说，我们1到1天半的一个时间的话，你是能做一个低吸和高抛的一个动作。那同样的60分钟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60分钟图，它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聚宝盆，而且呢白 K 有出现了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所以说你买入的价位应该是在220左右。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拿到的话，那昨天它的一个这个反弹，那就能拿到收益了。所以这就是露露呢它惊现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这个就是 Lucy 给到咱们的财生朋友的一个暗号抄底套餐。那这个就是对露露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